抗衡堪称怪物的大将藤虎，被世人称为炎帝的萨博，到底有没有四皇级别的战斗力？伊姆大人终于给出了答案，吴老星骑上阵也未必能搞定他。萨博从小就在革命军中锻炼，有战力不输四皇的多拉格做师傅，还有一群军队长们给自己当陪练。17岁时便能熟练掌握剑纹色和武装色，还掌握了超强的体术攻击龙抓手。相比同年龄段的路飞和艾斯要强很多。22岁在德雷斯罗萨登场，萨博已经成为革命军的参谋长，地位和战斗力仅次于多拉格。得到自然系烧烧果实后，战斗力再度提升一个档次。手持名刀斩蛟的海军中将巴斯提有如同砍瓜切菜一般摧毁整栋楼，与萨博交手简直不堪一击，头盔被轻松捏碎，还差点丢掉小命。大将藤虎是世人口中的怪物，从外太空召唤熊熊燃烧的陨石，有着毁天灭地的破坏力。萨博对战藤虎也能打得有来有回，场面上完全不输这位怪物大将。要知道当时的萨博才刚吃下烧烧果实，还不能发挥这个果实的真正力量，就能抗衡被称为怪物的藤虎，至少可以说萨博有接近大将的水准。面对黑胡子海贼团的第一船长巴沙斯，几乎以完虐的方式差点打死对方。世界会议期间带着军队长潜入圣地，向统治世界800年的天龙人宣战，不仅切断了玛丽乔亚的粮食供给线，还毁掉了象征权威的飞天龙之体。在此期间，萨博来到吴老星的权力房间，当时寇布拉正在询问地的含义以及关于莉莉公主的往事。伊姆大人突然出手将其打成重伤，为了拯救寇布拉，萨博朝着吴老星攻击，挥出的火焰拳头却被伊姆一口吞掉，紧接着就和吴老星一样变成巨大的怪物，一次攻击便将萨博打成重伤。好在有寇布拉的掩护，萨博才能得以捡回小命。从吴老星在弹头岛的表现看，每个人都有着堪比当今四皇的战斗力，按理说能够轻松灭掉当时的萨博。可是伊姆还是亲自参与了攻击，难道在他看来吴老星具备的实力还不足以干掉吃下烧烧果实的萨博吗？世界会议过后，伊姆给萨博按了炎帝的头衔，名气上比革命军的首领多拉格还高，是否可以说萨博的力量已经超越四皇了呢？黑胡子2次评价卡普的战斗力没有四皇级别，也没海军大将水准。自从卡普在蜂巢岛战败，他是否具备超四皇级别的实力也再一次受到质疑。卡普身为传说级别的海军，曾经在神之谷击溃洛克斯海贼团，多次将海贼王罗杰逼入绝境，甚至还扬言能取下大将赤犬的脑袋。有如此强悍战绩的卡普，实力至少在四皇之上，可是在他的生命卡中居然没有确定具备霸王色，就连凯多也曾表示能与他拼死战斗的强者。海军英雄卡普却不是其中一个，闯入黑胡子的地盘去救徒弟克本，上来就是一招银河冲击，几乎摧毁半个城镇。面对曾经的徒弟海军大将青雉，一招海底落下将其打入地底之下。就连青雉本人也说了，卡普有杀掉自己的实力。不过在救克比时被宇之溪流偷袭，身体惨遭雷雨贯穿，之后被青雉等人围攻战败，关在蜂巢岛的监狱中。黑胡子击败特拉法尔加罗之后，带着3眼族的布林回到大本营蜂巢岛，得知逮住了海军英雄卡普，很开心，直接对青雉来了一句：除了你没有第二个人能抓住他。可见在黑胡子的心目中，青雉的实力在卡普之上。不过青雉立马补充说，是大家一起战斗才将其抓住，直接否定了黑胡子对卡普实力的贬低。当年在顶上战争，黑胡子得到阵阵果实后，立马扬言将海军基地彻底摧毁。当时的元帅战国变成大佛形态迎战，一巴掌将黑胡子海贼团的全部成员拍吐血。不过地奇靠着阵阵果实，依旧能抗衡元帅战国。在卡普加入战斗之后，黑胡子也没有认错，表示面前的2个传说只是过气的老头，也是自信战斗力不输卡普和战国。直到香克斯带人抵达马林饭岛，黑胡子海贼团对战卡普战国都未分出胜负。当时的地奇刚刚拥有2个恶魔果实，战斗力比真正的四皇还有差距，就敢鄙视卡普和战国2位传说强者，也是认定卡普不具备四皇级别的实力。不过黑胡子非常狂妄自大，他的话还能相信吗？苏布为何会爆掉巴托的海贼船？答案居然透露出香克斯的最大弱点。得知有超新星闯入自己的地盘搞事情，香克斯都没来得及与路飞见上一面，释放霸王色霸气赶走海军大将绿米，就带着红发海贼团去找巴托洛米奥。拥有绝对防御的超人系屏障果实，能挡住光月玉田用妖刀研磨的斩击，也能挡住打伤四皇的王者之拳，却没能挡住香克斯手中的佩刀格里芬。巴托洛米奥被打得鼻青脸肿，跪在香克斯的面前道歉祈求原谅。本乡拿出一瓶毒药给小巴托，让他用1个月的时间去暗杀路飞，却被巴托洛米奥直接喝掉，宁可舍弃自己的性命，也不愿去伤害路飞。香克斯见到巴托如此忠心，便没有继续为难他了。耶稣布却拿出来腹枪，强调必须公事公办，仅仅一枪就轰爆巴托洛米奥的海贼船。耶稣布为何有如此残忍的表现？其实原因也非常简单，香克斯之前就对伙伴们说过，为了确保红发海贼团旗帜的威慑力，必须要给巴托洛米奥一个教训，让世人不敢轻易来自己的地盘搞事情，这样才能保护朋友和投靠他的人。这一点香克斯在风车村的时候就说过，侮辱自己可以，但不能让朋友受到伤害。罗杰也干过同样的事情，为了给同伴找回面子，灭掉一整个国家的军队。香克斯如此保护所谓的朋友们，正好暴露出红发海贼团最大的弱点。在埃尔巴夫的时候，
基德带着海贼团来挑战，见到红发旗下的附属海贼团，直接选择开大攻击。如果不是香克斯察觉到会造成巨大伤害，提前出手用神臂秒杀赏金30亿的基德，他的那些老弱病残的朋友都会有危险。从此能看出红发的附属海贼团很弱，在未来规模庞大的战斗中，这些人不会成为香克斯的帮手，反而会成为累赘。即便红发海贼团的干部们都很强，被海军称为战力最均衡的铁臂海贼团，一旦分出精力去保护那些老弱残兵，就可能会导致红发海贼团战败。天公开最强狙击手的战力上限，范奥卡在他面前也只能算个地步。看完《海贼王》1126话的第一波情报，最炸裂的内容不是香克斯玩虐小巴托，也不是英雄卡普被关在蜂巢岛，而是耶稣布表现出他真正的战斗力。我们只知道他是红发海贼团的狙击手，追击者的称号让敌人闻风丧胆，能在100英尺外命中蚂蚁的触角，有着世界上最顶级的枪法，曾经与带小孩的达迪有过一战，击败海军史上最具天赋的狙击手。据说耶稣布能将霸气缠绕在子弹上，即便对方是自然系能力者也会被重伤。他在红发海贼团有着极高的地位，仅次于船长香克斯与副船长本贝克曼，战斗力能否接近大将水准也不确定。而且耶稣布参与过的战斗非常少，只有在顶上战争与黑团的范奥卡对古巨，两人也没有爆发实质性的战斗。在海贼王1126话中，尾田总算是公开了耶稣布的战斗力上限。红发海贼团离开巨人岛艾尔巴福，找到烧毁他们海贼旗帜的巴托洛米奥。不过香克斯还是给了路飞一个面子，只是把小巴托击败，却没有将其杀害。用毒药测试他对路飞的忠诚度后，便放走了巴托洛米奥和他的同伴们。不过耶稣布却在此刻出手了，仅用了一枪就打爆了巴托洛米奥的海贼船，子弹的威力堪比香克斯的霸禅攻击神臂。暂且还不清楚耶稣布爆船的缘由，从此可以确定他绝对有接近大将的战斗力。乌索普的实力在他面前绝对算是真儿子。黑胡子海贼团的狙击手范奥卡，在2年前就被乌索普判定枪法超准，吃下瞬移果实后战斗力再度提升一个档次，陪同亲自去蛋糕岛抓三眼族的布里，对战赏金超8亿贝利的第3将辛克利甲，简简单单的一枪就能打爆饼干人。要知道饼干人所具备的防御力，是当年路飞用4档才勉强攻破的存在。范奥卡和瞬移果实表现出来的战力，一度被海米戏称为海上的又一位皇帝。不过相比耶稣布一枪爆船的威力还是差太多。都说香克斯与黑胡子必有一战，当红发团与黑团决斗之时，耶稣布能击败范奥卡吗？田公开最强的 CP0 特工吴老星在和之国已经交代过，难怪神之骑士团会出动对抗革命军。自从陆奇晋升为 CP0 成员之后，一直以为他就是最强的特工，800年以来最强的 CP9 成员，让恶魔果实和体术达到完美结合，就连路飞在司法岛将其击败。传说海贼夏奇也认为那是侥幸获胜，去保护吃下金晶果实的太祖洛。陆奇用命令的口气让赤犬派遣10艘军舰，完全没有把所谓的海军元帅当回事。对战吃下自然系烧果实的萨博，只使用人兽形态就能与之抗衡。从萨博的一身狼狈来看，并没有在对抗中占据上风，让人感觉陆奇有不输萨博的战斗力。不过在弹头岛的表现却很一般，开启猫猫果实的觉醒形态，却被5档状态下的路飞吊打一顿，甚至都没能让对手使用霸王色缠绕攻击，距离4皇级别还有很大差距。后来与索隆对战，一度占据着上风。当索隆被山治彻底激怒后，一招3刀流就将陆奇砍倒在地。虽然索隆在鬼岛屋顶击败了岩灾镜，却没有掌握最顶级的霸禅攻击，整体实力也就是接近海军大将的级别，能将陆奇砍倒在地，只能说陆奇也就4皇干部水准。尾田在最新的生命卡资料集中公布了 CP0 特工格尔尼卡的经历。多弗朗明哥倒台后，他来到和之国找大蛇交易，接到吴老星带回尼可罗宾的命令后，与白胡子海贼团的队长以藏战斗，被德雷克偷袭贯穿身体，依旧将对方击败。吴老星让他在和之国除掉路飞，格尔尼卡插手路飞和凯多的战斗，导致路飞被雷鸣八卦击中，彻底愤怒的凯多用狼牙棒将其了结。不过格尔尼卡在此之前拍下了尼卡的照片。生命卡还有一个细节，强调格尔尼卡是最强特工，能介入2位4皇的战斗，可见他的实力真不弱。德雷克是海军机密部队海巫的队长，整体实力至少是中将上等水平。以藏虽然只有5亿贝利的悬赏金，尾田却在 SBS 中强调说，白胡子的队长们实力均等，不是所谓的号码越小战斗力越强，也能表明以藏的实力与马尔科是同一级别。如此来看，格尔尼卡不会比陆奇弱。从吴老星对 CP0 的态度也能证明，当初让格尔尼卡在鬼岛除掉路飞，吴老星也很犹豫。失去最强的 CP0 特工，外加激怒海上皇帝凯多是否值得？反观萨坦圣在弹头岛剿灭草帽一伙，完全没有在乎陆奇和卡库等人的安危。最强特工格尔尼卡也就准大将级别， CP 组织的整体实力必定不强，也难怪神之骑士团会出动对抗革命军。海贼王海军12生肖最弱的6人，其中3个人出场就被对手秒杀，还有2位大将级强者是路飞帮手。斯摩格的代表生肖是白蛇，2年前武装色霸气还不够完善，靠着自然系烟雾果实暴揍过路飞，晋升为中将后战斗力也变弱了。对战特拉法尔加罗被拿走心脏战败，还惨遭多弗朗明哥瞬间秒杀。如果不是亲自出现，他已经是一具尸体。中将鼹鼠比斯摩格稍微强一些，曾在顶上战争把路飞按在地上摩擦，
如果不是黄猿出来救场的话，吴蜀和达尔梅西亚铁定能干掉路飞。不过在面对前期乌海汉库克时，吴蜀为了避免被甜甜果实瞬间石化，刺穿自己的手掌来保持清醒，不过也失去了继续战斗的能力。赤犬却对中将吴蜀的实力非常认可，任命他为海军基地的总长官，未来也有可能成为一名海军大将。犯罪搜查局的局长天正只出现一次，他代表的生肖应该就是五马了。没有战斗场景，很难判断实力强度，至少也应该是中将的水准吧。大将候补查团的代表生肖是猪，拥有接替海军大将的战斗力。不过赤犬却觉得他的实力还不行，亲自离开海军后立马开启世界征兵，招募来绿牛和藤虎2位海军大将，却没有让茶屯顶替亲至的位置。豪兔也是一名大将候补，代表生肖是兔子，没有任何出手战斗的场景，很难判断他有没有大将级战斗力。他和茶屯都和卡普的关系很好，而且路飞有危险，豪兔比卡普更紧张。即便草帽一伙与赤犬的海军开战，豪兔和茶屯碍于卡普的面子，也不会对路飞出手，甚至还可能帮助路飞。大将荒木的代表生肖是牛，他是赤犬通过世界征兵招募的怪物，第一次登场是去和之国处理百兽海贼团，瞬间干掉2位大探满镜和奎因，却被香克斯用霸王色直接打回原形态，吓得不敢对路飞出手，灰溜溜的逃走。也难怪绿牛会被认定为最弱大将。我亲自公开路飞的战力上限，已经是超越所有4皇的存在。在鬼岛屋顶击败凯多之后，路飞的赏金涨到30亿贝利，成为当今的4位海上皇帝之一，却被诟病只有海军大将级别的实力。虽然打败了世界最强生物凯多，而不是靠着路飞自己的实力获胜。凯多经历过赤鞘9侠的围攻，又与4皇大妈对战5位超新星，还要拖着鬼岛对战果实觉醒的大河。路飞获得了几轮补给才获得胜利，真正的战斗力明显比凯多差一个档次。而且凯多的生命卡也给出了说明，即便他败给路飞，最强生物的称号依旧在。绿牛前往和之国也有点看不起路飞，都敢说能取下他的脑袋交给赤犬。不过从路飞掌握的技能看，战斗力比当今的海军大将强一些。见闻色达到短暂预见未来的境界，武装色具备能从内部造成伤害的流音，霸王色也会最顶级的缠绕攻击，还有传说中的幻兽种太阳神尼卡果实，每一种都是当今最顶尖的本。抵达弹头岛对战 CP0 的司令官陆奇，开启太阳神尼卡形态，即便没用霸缠攻击，也能完虐同样使用果实觉醒的陆奇。还有对战海军大将黄猿，场面上一直占据上风，不管黄猿使用什么样的招式都毫无效果。后来又一个人对战萨坦圣和黄猿，虽然没能对萨坦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却给黄猿留下一道深深的伤口，让其躺在地上失去继续战斗的能力。其他4位五老星登陆弹头岛之后，都展示出非常恐怖的破坏力，也没能对路飞造成伤害，还让他逃离了弹头岛。伊姆在处决萨坦圣的时候，透露出当今路飞的战力上限。萨坦圣一再强调没能将路飞干掉，是因为自己没有见过如此强悍的力量，表明自己的战斗力不足以对抗草帽小子。伊姆大人并没有理会他的说辞，直接来了一句为何会放走乔伊波伊，然后将五老星之一的土星萨坦圣当众处决。伊姆用乔伊波伊来称呼路飞，已经认可路飞比当今的其他4皇强大，能达到800年前对抗自己的战斗力水准。不过路飞还未表现出那么强悍的力量。英雄卡普的下落终于确定，结果还是巴基扛下了所有。在蜂巢岛一战中，卡普一个人对抗半个黑胡子海贼团，银河冲击几乎摧毁半个城镇，海底落下把大将亲自打入地底之墙，却为了保护海军的未来徒弟克，惨遭与之溪流偷袭，身体被雷雨贯穿，最终倒在黑胡子海贼团多位干部的围攻下。报纸给出的消息是卡普下落不明，他是否还活着，又在什么地方都没有答案。首先可以排除被关押在蜂巢岛，黑胡子之所以将科比抓走，就是想拿他与世界政府做交易，让蜂巢岛成为合法的国家。现在科比已经安全回到海军基地，假如卡普就在他的手，必定会第一时间找世界政府交涉。卡普是公认的海军英雄，影响力比科比大太多，用他来做筹码成功的几率会更大。可见卡普当下并不在黑胡子的手中。纵观当时在蜂巢岛上的角色，只有佩罗娜和莫利亚可能会救走卡普，而且他们2人也有这个能力。2年前顶上战争完结过后，多弗朗明哥接到五老星下达的命令，带着和平主义者剿灭莫利亚，结果却被他用突然消失的方式逃走。在蜂巢岛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假如莫利亚和佩罗娜救走了卡普，他们最终会前往什么地方？在海贼王最新一期巴基的生命卡资料中，十字工会最初的成员有佩罗娜，这就意味着之后还有强者加入巴基。佩罗娜在草帽一伙歇业的2年里，一直生活在索隆和鹰眼的身边，现在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投奔世界第1大剑豪也是最佳选择。克洛克达尔的目标是建立理想国，鹰眼也表明实现目的还需要更多的强者。如果佩罗娜带着莫利亚赶来，十字工会一定会让他们2人加入。但问题来了，巴基会怎么处置英雄卡普呢？是萨坦圣被处刑后众人的反应，黑胡子拍肿大腿肠子混清，路飞却为他嚎啕大哭。赤犬一脸震惊的给黄猿打去电话，刚刚人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现在说没就没了？这让我怎么给伊姆大人交代？黄猿不敢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太阳神尼卡都没有将萨坦圣打死，怎么可能说挂就挂了？
弹头岛肯定还有更强的敌人存在，立马命令所有海军起航返回基地。其他4个五老星感到后背发凉，仅仅是上个班而已，怎么还能搭上性命呢？几百年的同事就这样被开除，以后上班还怎么敢摸鱼？现在又来了一个费加兰德加林，这家伙一定是个卷狗，加班舔领导肯定少不了。加林胜对萨坦的离去只有喜悦，晋升为拥有世界最高权力的五老星，他准备大干一场，为天龙人创造美好未来。刚从圣者岛赶回大本营的黑胡子，还没来得及夸奖手下击败了英雄卡普，直接往大腿上狠狠拍了一巴掌。老子盘算这么久的计划，说泡汤就泡汤，本想着复制一个五老星的模样，在对战海军的时候控制炽天使。萨坦胜这个小老头说没就没，带鹏前往弹头岛等同摸了个寂寞，亲至比黑胡子的表现还要震惊。五老星都有着超越4皇的战斗力，草帽小子怎么有实力将那种家伙杀掉？罗宾以后的安危可以不用操心了。听到下属通报五老星萨坦丧命的消息，多拉格也不敢相信会有这种事出现，立马让萨博去给路飞打电话，询问弹头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萨博刚说出五老星萨坦在弹头岛死了，路飞就哭成一个泪人，自己使出浑身解数拼掉半条命，也没能对蜘蛛怪物造成一丁点伤害，居然还有人能把那家伙杀掉。武当的战斗力怎么可能那么弱？这样下去还怎么当海贼王的男人？那美给路飞狠狠揍了一顿，关进笼。敌人死去本应该高兴，怎么能如此伤心？山治两眼冒着爱心对娜美表示赞同。巨人们对萨坦胜的死也很震惊，怀疑弹头岛还隐藏着更强的人。乌索普立马跳出来让他们不要胡思乱想，是他远程发功干掉了牛头蜘蛛怪物，最理智的人还得是索隆。不管是谁干掉了萨坦这个老妖怪，都会是他们寻找 One Piece 道路上的敌人。田终于公开弗兰奇的父亲，果然是4皇海贼团的核心干部。当年罗杰海贼团来到七水之都冒险，光月玉田见到了小时候的弗兰奇，那时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孤儿，被父母认定为难以管教的问题儿童，在10岁的时候被丢弃在七水之都。当玉田邀请弗兰奇出海冒险的时候，弗兰奇特意强调自己不会当海贼，因为将自己抛弃的亲生父母就是海贼。有海米根据这一信息开始寻找弗兰奇的父亲。在红发海贼团中有一个人的形象非常符合，他就是香克斯的航海士本迪克斯内克，身上有一条红色龙图案的纹身。在海贼王某一期的彩页之中，弗兰奇在大口喝着酒，身上也出现龙图案纹身，与本迪克斯内克身上的纹身很相似。结合弗兰奇曾说过自己的父母曾是海贼，很容易想到红发团的航海士就是他的父亲。在最新一期的生命卡资料集中，尾田公开了百兽海贼团成员的信息，其中大看板奎因的经历与弗兰奇关联很大。在36年前，身为海贼的奎因生下孩子，不过在26年前的时候将孩子遗弃，那一年弗兰奇正好10岁。难道说一哉奎因才是他的亲生父亲？而且从生命卡资料集的封面也能得到佐证。第39卷和最新的第93卷的封面，弗兰奇与奎因的造型和位置简直一模一样。结合尾田又是一位擅长搞对称的作者，更加能确定奎因就是弗兰奇的父亲。除此之外，两人都喜欢搞一些科技发明，奎因是研究毒药用来提升战斗力，弗兰奇则是创造各式各样的装备提升自己，而且两人都喜欢对身体进行改造。草帽团的每一位成员都有着深厚的背景，路飞的老爸是革命军的首领，爷爷是海军英雄卡普，山治本来是杰尔玛王国的第3王子，就连索隆也是和之国名家双月一族的后代。弗兰奇的父亲是4皇团的核心干部也很正常吧。母为什么要处决土星萨坦圣？原来黑胡子才是真正的导火索。萨坦圣抵达弹头岛只为干3件事，第一件事干掉第一科学家贝加庞克，不管是谁在研究消失的那段100年历史，都必须从这个世界上彻底铲除。即便贝加庞克能研发强大的科技武器，也逃不掉被伊姆抹杀的命运。虽然有4皇草帽一伙的拼死保护，贝加庞克还是被大将黄猿夺走性命。由于阿特拉斯关掉了莉莉丝的连接器，让约克认为只有他一个分身获胜。在萨坦圣看来，除掉贝加庞克的目标完成。第二件事保护生产母火种的融合炉，不管是和平主义者还是炽天使们，战斗需要的能源都是由母火种提供，那也是发动远古兵器天王的关键。只有保护住融合炉的正常运转，才能确保天龙人拥有统治世界的力量。草帽一伙并没有对融合炉下手，这件事萨坦圣完成的很漂亮。第3件事彻底除掉草帽一伙。自从路飞觉醒幻兽种尼卡果时，就被伊姆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CP 灵没能在鬼岛大战将其铲除，萨坦圣才会亲自抵达弹头岛对决路飞。由于巨兵海贼团的突然出现，导致草帽一伙安全逃离弹头岛。即便这件事萨坦圣没有完成，也不会是他被处决的关键因素。伊姆舍弃萨坦圣应该是下面2个原因：第一个是贝加庞克公开了历史真相，世人都得知陆地将会沉入大海，为了活命只能前往海拔更高的地方生活，红土大陆将会受到所有人的攻击，这会导致天龙人对世界的统治不够稳定。伊姆维持800年的秩序，因为萨坦圣的失职被打破，不可能允许这样的手下继续存活。第二个是萨坦圣被戴鹏触碰到蜘蛛腿，他将会变成五老星的模样行使权力，比如命令炽天使攻击海军士兵。因此伊姆决定将萨坦从五老星中剔除，让黑胡子的计划彻底泡汤。仔细回顾贝加庞克的广播内容，除了公开陆地沉入大海和 One Piece 的存在，并没有爆料出能改变世界格局的信息。黑胡子让戴鹏复制萨坦圣，才是伊姆将其处决的关键因素吧。
亲自公开与之溪流的战斗力上限。战国和伊万科夫果然没有说谎，比现在的索隆已经高出一个档次。虽然是黑胡子海贼团的2号船长，溪流一直被认为是地奇的皇父，是否具备大将级实力一直没有定论。伊万科夫曾经在推进城说过，麦哲伦是海底监狱的署长，也被囚犯们认定为最强的男人。不过他所吃的毒毒果实副作用很大，每天要蹲马桶串吸10几个小时，除去睡觉和吃饭的时间，只有4个小时可以战斗。与之溪流本来是推进城的看守长，因为嗜血的本性乱杀犯人被判处死缓。他具备与麦哲伦同样强悍的实力，但是溪流的战斗持久性更强，因此伊万科夫认为溪流才是推进城最恐怖的人。前海军元帅战国也说过，麦哲伦拥有准大将级实力。按照伊万科夫的说法来推断，与之溪流的真正实力很可能是大将级别。加入黑胡子海贼团后，溪流吃下了透明果实，在蜂巢岛对战赏金3亿贝利的莫利亚，居然没有正面迎战，而是靠果实能力偷袭。还有对战英雄卡普时也是偷袭攻击，不禁让人觉得溪流太依赖透明果实，对3种霸气的修炼必定不会太强。如果透明果实的隐身不能克制剑门色，溪流吃下透明果实后战力反而有所下降。不过在面对前大将青雉时，他的表现比4皇黑胡子更加强悍。当时拉斐特提议抢走自然系冻果实，青雉听到后立马展开攻击，圣胡安饿狼等人瞬间被冻成冰雕。黑胡子也是一脸惊慌不敢战斗，反而是让青雉成为自己的伙伴。只有溪流摆出一副拔刀战斗的架势，嘴里还念叨着得到冻果实的能力也不错。从此可以看出来，溪流并不害怕青雉，虽然对方是能抗衡赤犬的大将，自己与之对抗也有一战之力。不得不说，伊万科夫对他的评价没错，真正的实力比准大将麦哲伦更强。虽然索隆在和之国击败岩灾镜，对战 CP0 的陆奇也取得了最终胜利，却不具备最顶级的霸王色霸气，整体实力很难具备大将级别。相比现在的与之溪流还有一定的差距。恩克斯有3枪，路飞有海陆空，黑胡子手下的3大主力，你知道叫什么合适吗？每个4皇团除了船长之外，都有3个战力强悍的人。代码海贼团有3大将星，分别是卡塔库利、斯木吉和克利贾。百兽海贼团有3大灾害，岩灾镜、地灾奎因和旱灾杰克。白胡子海贼团有16位队长，尾田曾说他们的战斗力属于同一水平。不过从顶上战争的表现看，前3位队长的实力明显高于其他人。白胡子海贼团的3大战力叫3队长应该比较合适。草帽团的3大战力名字就比较多，有人说叫3痴、索隆鹿痴、山治花痴、盛平鱼痴，看起来一点毛病也没有。个人觉得叫海陆空更加合适。盛平来自鱼人族，擅长在大海中作战，而且海水会提升他的整体实力。山治非常精通月步的使用，还拥有吉尔玛制造的3号战斗服，可以在空中长时间进行战斗。索隆很不擅长空中战斗，在德岛对战皮卡需要借助外力，对抗岩灾镜也凸显了空战的劣势。不过索隆在陆地上战斗力很强，挡住4皇大妈凯多的合体技能霸海，也能给世界最强生物凯多胸口留下伤疤。从红发团上传的顺序可以确定，香克斯的3大战力应该是本贝克曼、耶稣布和拉基路，称呼他们为3枪最为合适。本贝克曼用枪喝退海军大将黄猿，耶稣布是非常有名的狙击手，拉基路第一次出手就用枪干掉一个山贼。黑胡子的手下除了青雉，都是一帮穷凶极恶的大混蛋。从目前的剧情来看，3大战力中不会有青雉，应该是巴沙斯溪流还有恶正王，称呼他们为3大恶棍应该最合适吧。虽然说老沙和鹰眼是十字工会的掌权者，巴基好歹也算是当今的4皇，他手下的3大战力叫什么呢？亚尔丽塔是巴基的红颜知己，三哥加尔迪诺差点干掉巨人东利和轻轨，还有一个应该是那头狮子利基，他毕竟是打败过魔奇和卡巴基的存在。这3个人都有着巴基一样的运气，叫他们幸运3神算不算合适呢？头岛篇章削弱伊姆的3大王牌，天王宣告彻底报废，赤犬的海军战斗力减半。当年罗杰找到 One Piece 却不敢向伊姆宣战，并不是他没有吃下橡胶果实，而是伊姆手下的战力输出太过强悍。吴老星掌控世界最高权力，每一人都有强悍的霸王色和不死之身。CP 组织是谍报机关，负责信息搜集与暗杀，海军维护加盟国的安全，能抗衡任何一位4皇。神之骑士团是天龙人护卫，据说人均战力能超大将，最强的是远古兵器天王，能将一座岛屿瞬间摧毁。经过弹头岛篇章，伊姆手中的战力输出被削弱3个。第一个是谍报机构 CP 组织， CP0 作为 CP 组织的最高级别，本以为他们的战斗力能超越大将，在弹头岛对战草帽一伙，表现出来的战力最多4皇干部水准。陆奇作为 CP0 的指挥官，被武当路飞全程吊打，对战索隆也使用了果实觉醒能力，被一招3刀流砍倒在地，宣告彻底失败。如此来看 CP 组织的整体战斗力，对抗草帽大船团都很难获胜。第二个是海军的整体战力削弱，自从赤犬当上元帅后，海军已经能独立对抗4皇团，不仅有3位大将和众多海军中将，还有不计其数的和平主义者，每一台都能抗衡超新星。赤天使的输出甚至不输任何一位本体。不过在弹头岛篇章中，贝加庞克修改和平主义者的程序，让他都听命于波妮的指挥。五老星内斯兽狼圣将他们全部破坏掉。即便是和平主义者能被约克修好，只要不脱离波妮的掌控，就不会成为海军的战斗力。第三个是远古兵器天王可能报废，
贝加庞克在临死前说过，母火种可能存在缺陷，后期会出现什么样的副作用不得而知。匹敌七武海的赤天使们能力源泉就是母火种，而且远古兵器天王的能源也是母火种。吴老星之所以亲自前往弹头岛，保护生产母火种的融合炉是最重要目标。一旦贝加庞克所说的母火种缺陷成真，伊姆不仅会丧失堪比七武海的赤天使，也永远不能再使用远古兵器天王乌拉诺斯。头岛篇章遗留下6个未解之谜。神之骑士团人均具备4皇战力，伊姆和莉莉公主会是亲姐妹吗？第一个，卡普的生死问题，闯入蜂巢岛救自己的徒弟克比，上来就是一招银河冲击，毁掉大半个城镇，单挑半个黑胡子海贼团不落下风，却为了救徒弟克比，被溪流偷袭贯穿身体，最终遭到青雉等人的围攻战败。报纸上只给出了卡普下落未知的消息，没有明确说被黑胡子海贼团杀害。2年前的顶上战争完结后，明哥带着和平主义者围攻莫利亚，却被他用突然消失的方式捡回一条命。卡普战败时，莫利亚和佩罗娜也在蜂巢岛，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他们救走了重伤的卡普呢？第二个，神之谷大战的经过。38年前，天龙人在神之谷举办狩猎活动，洛克斯带着手下来抢夺恶魔果实，罗杰也得到消息抵达现场。当时天龙人的护卫神之骑士团也在，最终在卡普加入后才击溃洛克斯。那场战争的规模绝对比顶上战争更宏大。洛克斯海贼团有如此多的强者，为何会战败，至今也没有给出明确答案。还有加林胜在神之谷的表现很抢眼，被评为王者级别的剑士，能否达到4皇级别呢？期待能出一部剧场版，回顾那场旷世之战。第三个，吴老星不死之身的秘密。吴老星去弹头岛抓捕草帽一伙，展示出的每一种能力都堪称神级。最难以理解的还是不死不灭的身体，不管对他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伤害，都能在短时间内恢复到原本模样。就连巨人族的部落基也强调说，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未见过这样的种族。当机器人艾米特释放乔伊波伊的霸王色后，5个老头受到攻击也都变回人类模样。伊姆却表现得非常痛苦，跪在地上。难道说吴老星是伊姆创造出来的分身？只要不把本体击败，攻击就无法产生伤害。第四个，神之骑士团的战力级别。他们在弹头岛篇章第一次被提出来，身为天龙人的护卫团必定有强悍的实力，就连多拉格都对他们感到畏惧，强调神之骑士团出动才代表战争的开始。费加兰德加林胜是他们的首领，据说是一名王者级别的剑士，战斗力甚至能匹敌年轻的罗杰和白虎人。神之骑士团是否都具备4皇级别？得到路飞和伊姆的最终决战才能知晓吧。第五个，决赛圈的神秘人是谁？有12个人是 One Piece 争夺战的主角，其中有一个只露出侧脸的神秘角色，他的身份和立场都没有任何线索。最多的猜测是神之骑士团的成员，而且还是香克斯的孪生兄弟，就是他在世界会议期间面见了吴老星。第六个，莉莉公主和伊姆的关系。目前我们只知道莉莉公主是800年前的20位王之一，她的长相与薇薇公主一模一样。寇布拉找吴老星询问关于她的过往，结果被5个老头当场干掉，而且伊姆还挂着一张莉莉公主的画像。他们2个到底是亲姐妹，还是说伊姆就是莉莉公主本人呢？让多拉格能推翻天龙人的统治，尾田3次加强革命军的战斗力。伊姆之所以能统治世界800年，完全是依靠手中的5大战力输出。赤犬率领的海军能抗衡任何一位4皇，还配备了 SWORD 小队以及贝加庞克研制的武器。赤天使甚至拥有不输七武海的力量。CP 组织是最庞大的间谍结构，其中 CP0 成员都具备非常强悍的实力。神之骑士团还没有表现过战斗力，首领加林胜属于王者级别的强者。吴老星也在弹头岛展示过实力，拥有强悍的霸王色以及堪称不死的身体，还有远古兵器天王，能将一座岛屿摧毁殆尽。反观多拉格率领的革命军，除了东南西北中5位军队长外，并没有出现特别强悍的战力输出，很难抗衡伊姆手中的5张王牌。不过尾田已经对革命军进行了3次加强，第一次是让萨博成为万人敬仰的炎帝。在世界会议期间，吴老星干掉了寇布拉，并把这个罪名按在了萨博头上。本以为会让革命军的口碑变得很差，却让萨博成为了炎帝，名气甚至超过了多拉格。越来越多的人会听从炎帝的号令，成为革命军的战士去对抗天龙人。第二次是增加军队长的实力，本以为革命军的队长们，也就是4皇干部的水准，在圣地玛丽乔亚解救同伴暴君雄时，茉莉和卡拉斯与藤虎和绿牛爆发战斗，绿牛的手掌被茉莉用鱼叉刺穿，藤虎的脑袋被卡拉斯开瓢，两人表现出来的实力一点不输海军大将。而且茉莉在100年前就是雄霸一方的大海猎，曾经被关入推进城，成功越狱却没人发现。如果军队长们都具备抗衡大将的水准，革命军推翻天龙人并不是痴人说梦。第3次是把贝加庞克2号送给革命军，弹头岛事件已经完结，莉莉丝被草帽团救走，她的归属或许不是成为路飞的伙伴，而是加入多拉格率领的革命军。龙在多年前就邀请过贝加庞克加入自己，贝加庞克在临死之前就曾让世家给龙打电话，从此可以确定他们之间一直保持联系。当前的草帽团并不需要科学家，莉莉丝去到多拉格的身边才是最好归属，她能帮助革命军提升科技战斗力，说不定还能制约伊姆手中的古代兵器天王。